一杯热酒问长空，山河万里笑谈中，恩怨情仇皆消融。心归何处谁是同？寒暑经年几风光，金戈铁马笑长空，只愿此生化作风，吹散人间万古痛。此北京苍穹，今孤勇，今立业，今夔州。就算有3000个日月春秋，够不够饮尽这杯太平酒？公元907年，宣武军节度使朱温篡唐，建立后梁，统治中国289年的大唐王朝正式灭亡。自此，中国历史进入了纷乱不休、民不聊生的五代十国时期。公元923年，河东节度使李存勖攻灭后梁，建立后唐。短短13年后，新的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以割让燕云16州为代价，向契丹借兵，攻灭后唐，建立后晋。石敬瑭为了得到契丹的支持，不惜拜比自己小10岁的契丹主耶律德光为义父，成了遗臭万年的儿皇帝。连年战乱，田地荒芜，礼崩乐坏。后晋天福年间，关中大旱，饿殍遍野，征粮的铁蹄踏破村落，如同诗人韦庄诗中所记：“6军门外已将失，100万人家无一户。”张义军节度使张彦泽太尉军令安定县，所见状况，每户数均资1担，粮食不够，用肉来凑。副帅，晋元4州有38000户百姓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以民为食，此君为野兽。没用的货，老子咋养出你这样的窝囊废？你杀还是不杀？再不杀，老子就杀了你当军粮。儿子的命是父亲给的，父亲要杀就杀，只求父亲能饶了这些无辜的百姓。大郎，你既见不得他们吃别人的肉，便割了自己的肉，喂饱他们。佛祖，我儿慈悲，与效仿你，割肉以示同袍。好啊，正是。穆强在。放了他。太尉息怒啊！大衙内天性纯孝，还请太尉开恩呐！我不止这一个儿子。经元军上二郎，皆是我的骨肉。谁有
的是我的骨肉，我便磨碎他的骨头，做军粮。把天子赐的荆节取出来。军中只听得太尉军令，听不得其他。如今太尉不在营中，便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也得在这儿乖乖候。还请这位兄弟知晓通报，侍卫秦军副都虞候赵弘金持节在此，只为提调张义军、节度长书记张师回宫勘问。天子诏令，不得轻忽啊！天子，他说天子，认识吗？认识。阿爹，这么汉子也不是办法，我给他对两份马蹄经试试。大郎，这是一镇节帅的原文，不可孟浪胡闹。行。两位哥哥，请啊。小弟有一事不明，想请教哥哥。小弟听说，面节如面君，天子荆节当面，三军俯首，将帅屈膝，怎么到了此地，却改了规矩？你这小子，好不识趣儿。天子是太尉和令公们立，而太尉和令公，又是咱们这些厮杀汉推戴起来的。也便是说，咱们这些臭丘巴是令公和太尉的恩人，也便是天子的恩人。你们说是不是啊？是。天子给太尉和令公们荆节，那是为了报恩，岂是让你们这帮人拿到军中来耀武扬威、作威作福的？都别动！听你们哥哥的话，不要乱动。弟弟我气力小，手也不稳重，我伤了你们哥哥的性命。请张义军节度使张书记张氏出来，天子有话要问。不知天高地厚，不长这些东西。你是张氏，你的密奏，朝廷已经收到了。阿爹，阿爹，有追兵，听题上至少一个队。带上他，走。
我是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虞候赵弘殷回京复命，速开城门。此时的赵匡胤，连一个殿前承旨的官身都尚未取得。作为一名以节度使为人生目标的将门子弟，他无法想象，天下间竟然还有张彦泽这般毫无人性的节度使。他不明白，这头残暴的野兽是如何执掌一镇权柄的。他更不明白，面对这样的恶行，大殿内的君臣们又在议些什么？大衙内被太尉一刀割喉，当众烹了大衙内。崇魔寨骨肉糜，那是皇朝，不是朕的节度使。事涉国家重臣，儿臣以为理应查问清楚。此人构陷朕的节帅，离间君臣之意。荐送荆州，交由张彦泽自家处置。陛下，下官所言句句属实，请陛下明察。请陛下明察，陛下，请陛下明察，陛下。赵弘殷，末将在，你办得好差事啊！末将万死，末将万死。你也是同光元年当差的老人了，罢你为指挥使，留侍卫亲军司听命。谢陛下。我想不通，这样还有天理，还有王法吗？就因为他是节度使，因为他手里捏着1万多兵马，这就是天理，这就是王法。当兵的做了太尉，连自己儿子都吃得下去，畜生都不如。大郎，我没说错吧？爹给你找了一个浑家，是你贺伯父家的三丫头，早点把婚事定下来吧。朕一向诚信守义，契丹出于道义救了朕，那朕就应该诚信守约来报答。现在安重荣要打契丹，是想陷朕于不义，这仗是不能不打了。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。顺国节度使杜重威境内扩谷得100万户，只上报30万，其余皆入私囊啊！吴越国的共赋已经在路上了。对，朕还有吴越国。吴越国东面临海，南面与闽接壤，其余国境皆被强邻南唐包围。为求存续，吴越前世世代奉行善治中国之策，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，以保境安民。中原政权已借此在东南牵制南唐。在此战略之下，吴越国专注内政，发展民生，在乱世中维持了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。去岁在建州，大军没了粮草，惨遭败局，成万的兄弟死在了那里。我们这些活着的弟兄就是想不通，中原那个丢了燕云16州的儿皇帝一句话，大王就把粮草都送了过去。为何我们讨个饭吃，兄弟们都不得歇着？这是何道理？外甥日子过得久了，长脾气了，竟敢在这里妄议大王的教命。
同郡参见胡令公。老令公这话，我等可担待不起。亡命惶惶，谁敢轻忽？只是为了替去载出生入死的弟兄，好要些赏赐而已，才得与大郎君分说明白。老令公是军中元荣，此中的情弊，自然是晓得的。你是天福2年部的军纪，今年也有65了吧？回老令公的话，末将是7月的生日，全马齿66了。当年徐载寺之乱，惹得先王好生狼狈啊！还是当今大王为父分忧，去宣州田家，做了上门女婿，这才收拾了首尾。我记得那时候，府上人人为难，不肯跟从。大王去宣州的时候，身边只带了你一个长随。往事已矣，死之令人唏嘘啊！替大王分忧是咱们做臣子的本分。你是个忠心的，自然不会让主上为难。将周平剥去衣甲拖出去，斩了。哎，老令公，哎，大郎君，大郎君，末将不服，末将不服，大郎君。令公。军中这些酒吧，畏威而不怀德，承平日子过得久了，难免被拦懈怠。令公他这……大王既许了你兵权，郎君不可妄自菲薄。是。你看着胡进思把周平给杀了。事情发生太突然，儿臣来不及阻止。周平当年跟着孤去田家的时候，孤曾允诺过他，若是能活着回去，此生定护他周全。周平聚众讨要赏赐，祸乱军心。勿速忘遗训，勿伤手足。兄弟之情，断了手足，难再续。传我的令，开内库，厚葬周平，连夜补发赏赐。内库为王上私产，不由户部、外府节制，不奉王命，一卷一厘亦不能支纳，职责所系，请记移，恕末将无礼。都将须看清楚了，这可是大王手教。末将粗鄙，便不得硬要真伪。已遣都校去请内衙戴太尉来此，请记移稍后。王命如火，恐不能稍待。便不得真伪，请恕末将不能奉教，得罪。戴太尉不到，但有1人进得门前10步，就地格杀。若来的不是沈文启，万事皆可推他。此人智略过人，我此时现身此处，他定然生疑。程昭院的杀菜如何还不到？已经派人去请了。
事发猝然，都将都监潘东主如大旱之盼甘霖，还望东主随下官速速进宫。库里没有足数的纯色绢帛，我去了也变不出来。东主，此事干系天大，若被人揭了盖子，不要说下官、都将、都监，便是几位太尉都难逃罪责。都将何能独善其身？纯色的不够，杂色的凑齐便是。去吧。那杂色的能凑齐吗？飞绿和靛青都凑上的话，当时能凑齐。只是那还只是个屁呀！现在都已经火烧眉毛了，哪还有那么多顾虑？打开右丙、右丁、右戊3间库房，准备好木箱子。诺。下官东府安抚使司主管金义文字沈文琪参见胡令公。何成旭呢？滚出来！末将何成旭给老令公请安。谁给你的胆子？敢在王宫内公然抗拒王命？请老令公息怒，末将知道错了，实在是戴太尉曾有严令，立声乐违法。几十年前老王起兵的时候，老夫便是内衙左校了。白云他娘还没曾出过门子，你拿他来压我？末将吃了中央谋了心，实在是罪该万死，甘愿感受老令公责罚诸事。亡命如山，耽误了时辰，误了大事。老夫当着各都将士的面，架起大火炖了你。末将罪了。你们这群傻才，还懒在那做甚？还不快翻出来！快点！快点！末将早已准备齐当，不敢误了申记一公事。何都将，本官未曾入库亲自拣选，收据回执要缓些时候给你了。末将醒得，公事要紧，收据回执，不劳申记一辛苦。3日之后，末将自己登门去取。这些绢帛有何不可啊？历来赏赐军卒，所费绢锦皆为黑灰两色，即便颜色再上一等，也至多为青色。绯、绿、靛青皆为品级所用，庶人用之为僭越。也是，5品以上服绯，6品、7品服绿，8品、9品为靛青。其一，历来赏赐皆为纯色，此番兑换杂色，殊为有异。其二，下官手持王命，而其竟敢抗命，一直拖到胡令公亲来，这才领命，其胆大妄为，令人诧异。其三，历来出赏都是各衙司入库拣选，自行包裹装箱运，他却没容下官入库，直接装好送了出来，平白搭上几百个木箱子，这些可都是要在账面上销账的，难不成这些箱子钱他自家垫了？其四，历来出赏都是出账即签收据，他却连凭证都没当面要，口称日后自己来取。此事虽然方便，却不合规矩。事情明摆着，这是闹了家贼了。到底怎么回事儿？实在是末将吃了猪油，蒙了心。这等唬了外人的鬼话，说给沈文琪听听也就罢了，拿来搪塞老夫，你当真是活得不耐烦了？内衙诸军向来是太尉管着，如今平白冒出个内外马步诸军都统军使来，未曾知会太尉，便要打开内库。末将也是心中惶恐，忧心坏了太尉的军法规矩，这才做下了糊涂事。你半分都不糊涂，
你是聪明的过了头。统领秦魏第一都不过2年的光景，你便在西湖边上置了2处3进的院子，娶了9房妾室。你当老夫眼睛瞎吗？末将实在不敢欺瞒老太尉，任都将以来，受了外官不少消遣，只是有2条，只手不敢有亏，营中粮饷不敢克扣空额。若是犯了这2条，末将情愿万箭穿心。敢不敢？犯不犯？不是你这张利口说了算。你将内库2年出入的账籍送到老夫府里来，你死不死，总要查验清楚，才有公道。谨遵老太尉君命。欺上瞒下，鸡鸣狗盗。何承训不过一介都将，公然倒卖王家私产，胆子实在太大了些。内库资助绢帛珍宝万千，都是寻常人家难得一见的东西。但凡流入市面，东西两府各处州县地方官吏岂能无所察觉？如何能做得滴水不漏，上下不闻？大郎兄，如玉公，这箱子你们可曾见过？这箱子怎么了？官府藏运绢帛用的都是大箱子吧？东府库藏所用的箱子，皆是长宽3尺见方的大箱子，确实未曾见过这等长3尺、宽1尺的小箱子。这就对了，这小箱子我却常见。西府城中18家挂山月社招牌幌子的门面铺子，所售卖布匹、绢帛，均用的是这等小箱子。九郎，此事干系非小，你切莫卷进来，开开心心的当鱼帐子便好了。小弟醒得了。未知客从何来？我家东主已在听雨轩恭候大东主多时，请大东主移步。云清兄，久违了。程兄，快请，请。今日却有什么菜色？速速报来。启禀东主，上一遭试过一次厨的鱼虾小丝，却也请来了，颇费了小人一番心思。论及调制愉快的刀下功夫，楼里的鸡年老厨却不及这小鬼头之外意。今日大东主登临，正好让他好生伺候一番。口腹上的事，我跟云清兄都不甚在意，人要妥当，这才是大事。东主宽心，那小厮惯常在鱼肆码头厮混，许多老鱼子都识得，是知根知底的本地人。罢了，下去吧。程兄，世子已薨，如今的大王身子骨也不大好。试问这萧墙之内，哪位王子出头啊？前王诸子，以大郎君声望最隆，三郎君兵权最盛。只是此2人都是过继子，大郎君乃前王之兄武炼公长子，三郎君本家姓孙。都是假儿子，当不得真。有人说周平带头闹事，背后撑腰的是代孕，这个事儿你怎么看啊？
若真有代太尉撑腰，周平死不了。戴苑是儿臣的姑父，儿臣在西边手握兵权，戴苑在内廷掌管内衙军。即便没有好事之人的谬论，为了大局周全，恳请父王罢了儿臣的兵权。吴越的周全，还望你们守候。儿臣当万死不辞。如此说来，如今前王的亲儿子里，有能看的。六郎君称得上老成谋国。大王，六郎君来了。传他进来。诺。简教太傅、镇海镇东节度副使、参丞相府事，臣洪佐觐见大王。每次都是这样啊。你不嫌啰嗦，姑都嫌你聒噪。明明是个少年，你装什么老成持重啊？怎么？你还非要姑赏你个暂拜不明不成？臣知错。有郎比你小不了几岁，你看看你们两个在一起，一个志气未脱，一个老气横秋的。九郎不曾进相府，进了相府，便不是姑的儿子了。礼不可废。姑想让你喊一声阿爹，就这么难吗？在家为父子，奏事论君臣。前家的这位六郎君，竟然是如此一位妙人，有如此一位老成谋国的郎君坐镇内廷，你这参耗子居然还敢如此肆意搬弄生意，家也大了，立国的时候长了，难免要生出一些城狐社鼠。我不过是个经手的，真正靠这些生意吸血发财的，还不是国中这些勋贵子弟、军中宿将。东主，头菜来了。可有名号？这酒壶乃是1等1的细瓷，那里的酒乃是自家酒坊酿制的新酒，名为月夜。这鱼长24拱，故为24桥明月夜。好名字，云清兄，请，请。细嫩鲜滑，入口即化，果然有点意思。赏，快谢赏啊！小人谢贵人的赏。罢了，下去吧。侯长史留意下，此人姓甚名谁？鱼字上的鱼字纹换作做酒精，只因曾亲眼见他入水徒手捉的一条酒精大鱼上来。姓什么？却不知晓。见了金子不猛然，也不狂喜，反倒错愕。看来这金银于他并不新鲜，或贵或利，一分不多，一分不少。这是大户人家教养出来的子弟，礼数上毫厘不差。那人靴子底下没有泥，却透着一股邪腥之气，应该是自海路乘船过来的。海
海上波涛汹涌，可是凶险的紧，所以船不会小。这小人竟是细作眼线，小人这便去拿了他信文。追不及了，两奉上贺礼，在西府盯着咱们的又何止一家两家，拿也拿不过来。不过此子年纪轻轻，出下手段了得，怕是有些家室。你去市部司查一下，今日入港的商船最少300辆以上，入港的时辰应当是卯时到巳时之间，应该不难查到。别躲了，里边气闷，出来吧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饿了，可有吃食？你们几个留心脚下啊！留心脚下！你们两个轻点抬啊，都慢着点。哎，哎呀，都小心些！再要如此粗疏，自家跳下去喂鱼，都抓紧装起来，快点，都装好。快，抬走，抬走，抬走！被足下见笑了，实在是饿得很了。多蒙馈赠，足感厚德。黄龙岛的于大娘子，是你什么人？在下并不知于大娘子是何方神圣，东海之上闻风丧胆的黄龙海贼，却是听说过的。如此说来，你潜入山岳社，并非为了生意。那要看足下与山岳社做的是什么生意。都慢着点，都慢着点！哎，你们几个都小心点！出事了！是黄龙社的人。大东主尽管安心处置，小人蒙大东主一饭之恩，尚未回报，不敢擅离。大东主若不放心，可遣1、2心腹在此守护。仔细伺候好这位小郎君，莫要怠慢。
郎君慢一些，快点！站住！帮助我吧，帮助我吧，哥，帮我出来，帮我出来，哥！老实点。这位英雄，我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你最好少说话，要不我就把你的舌头割下来喂狗。啊！几万里冲山去，几万里大江奔腾，几万里战马嘶鸣，几万里此情无声，几万里陌上花开，几万里鸿雁归来，几万里风雨峥嵘，几